部电影能让当代年轻人在爱情里少摔跟头，究竟该如何选择共度余生的伴侣？我想这部电影或许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男人第一次见到女孩，他立马确定这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灵魂伴侣，真命天女。沙漠是老板新招来的女助理，汤姆坚信能在茫茫人海跟沙漠相遇，定是命运的安排。但沙漠从来不正眼看汤姆一眼，他看上去总是一副高冷傲娇的样子。直到第4天，两人终于在狭窄的电梯相遇，汤姆却又面无表情，装出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而今天的沙漠却与平时相反，他主动看向汤姆，眼神中透着欣喜欢愉。原来他是被汤姆耳机里传来的音乐吸引了，因为那是他的偶像乐队的音乐。对沙漠而言，这只是一场同事之间的普通聊天，而汤姆却因为这次聊天对沙漠更加痴狂迷恋了。之后的日子里，两人相遇聊天的次数多了起来。等两人熟络了之后，汤姆惊奇发现沙漠的性格跟高冷傲娇完全不沾边，这让汤姆对沙漠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然而汤姆却总感觉沙漠看他时的眼神里完全没有爱意和激情，甚至他的眼神里透着很明显的冷漠。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因为在爱情观上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汤姆是一个绝对相信爱情的男人，而沙漠却恰恰相反。自从父母离婚之后，他就对爱情失望透顶。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爱情。虽然此时的汤姆还不知道沙漠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女人，但他能明显感觉到沙漠对他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他决定放弃这段不可能的爱情。虽然心里这样想，但他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停留在沙漠身上。这天公司举办了一场聚会，汤姆再次主动上前跟沙漠搭讪。这次他们终于聊到了关于爱情的话题，沙漠大方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态度。Feel comfortable being anyone's girlfriend. You don't believe that a woman could enjoy being free and independent? 汤姆连忙说，如果你坠入爱河了，就会改变对爱情的看法。沙漠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他不会坠入爱河。在他看来，爱情里的爱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这种东西，否则他的父母为什么会离婚呢？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坠入爱河的。自以为是的他认为，沙漠之所以如此排斥爱情，是因为父母离婚给沙漠带来的伤害所导致的。随后汤姆上台为沙漠深情献唱，台下的沙漠为汤姆呐喊鼓掌。聚会结束之后分别时，两人之间的关系迎来了转折点。一个喝醉的朋友竟然把汤姆暗恋沙漠的事情直接给说了出来。沙漠当面问汤姆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汤姆只好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自己的心意。Yeah, of course I like you. As friends? Right, as friends. Just as friends? I don't know, I hadn't really thought about, yes. And I'd like for us to be friends. 然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几天之后，两人碰巧同时来到打印室打印文件，沙漠竟然主动凑上前吻了汤姆。汤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无法理解沙漠对他的态度为何会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尽管他一头雾水，但两人就此便走到了一起。一转眼时间来到了两人在一起的第34天，两人来到家具市场，他们在这里过起了家家，仿佛这就是他们的爱巢。直到现在，汤姆还是没有弄清楚当初沙漠为何突然接受了他。可沙漠接下来说的话彻底解开了汤姆心中的疑团。Really looking for anything serious? 然而当汤姆知道了这一切后，却没有大发雷霆，因为他是真的爱上了沙漠。无论沙漠以怎样的形式接受他，他都愿意，因为他坚信迟早有一天沙漠会爱上他，至少现在的沙漠会主动跟他牵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足以说明，其实沙漠对汤姆还是有好感的。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人日夜缠绵，但汤姆并没有因此变得精神萎靡，反而他看起来比单身的时候更加精神抖擞。他神采飞扬的状态足以说明这场爱情给他的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但此时的沙漠依旧将两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朋友关系，而汤姆则继续期盼着被沙漠爱上的那一天。时间来到两人在一起的第95天，汤姆带着沙漠来到山顶公园，坐在长椅上。这里是汤姆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坐在这里能看到这座城市最具有风格的建筑。原来汤姆上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是建筑，但毕业后并没有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因为他总是害怕自己的建筑设计理念不被众人所接受，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随便找了一份设计贺卡祝福词的工作。沙漠看得出汤姆是一个自卑的人，于是他叫汤姆把建筑设计画在他的胳膊上，这是沙漠对汤姆的鼓励。汤姆在沙漠的胳膊上画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图。沙漠看到了汤姆的才华，汤姆像剥洋葱那样将自己由外到里一层一层剥给沙漠看，而沙漠总是用心地倾听着汤姆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的眼神中总是透着一种渴望，渴望可以更多地了解汤姆的内心世界。时间来到两人在一起的第109天，这一晚他们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沙漠讲出了埋藏在心底罕为人知的秘密。 No, I dream sometimes about I'm free, I'm safe. Then I realize I'm completely alone. 虽然沙漠所谓的秘密只是一场虚幻的梦，但汤姆认为这并不是沙漠会随随便便讲给人听的梦。沙漠的这次敞开心扉让汤姆逐渐意识到，隔在两人之间的那堵心墙渐渐消失了。汤姆认为沙漠已经爱上了他，
时间来到两人在一起的第118天，汤姆很想将两人的朋友关系升级为恋人关系，但他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担心会被对方拒绝。如果被拒绝，连朋友都没得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经过思前想后反复斟酌，他才终于鼓起勇气向沙漠确认两人的关系。 What's going on here with us? Who cares? I'm happy. Aren't you happy? Yeah. 虽然还是没能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但汤姆从沙漠的笑容中感受到了爱，这份爱独属他一个人。汤姆越来越无法自拔地深爱着沙漠。时间来到两人在一起的第259天，两人正在酒吧聊天，一个陌生男人非常没有礼貌地邀请沙漠陪他喝酒，沙漠当场就拒绝了他，可不识趣的男人却纠缠不放。沙漠再次明确地拒绝了男人，并轰他离开。感觉没有面子的男人便对着一旁的汤姆羞辱了一番。 Can't believe this is your boyfriend. 就在汤姆感觉自己很帅的时候，对方起身将那一拳还给了他。沙漠责怪汤姆太冲动了，而汤姆则认为自己刚才打那一仗是为沙漠而战。沙漠激动地表示：“我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不需要你为我而战。”沙漠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汤姆，他质问沙漠：“我们已经做了恋人之间都会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告诉我这不是恋人是什么？” I like you, Tom. I just don't want a relationship. Well, you're not the only one that gets to say in this. I do too. And I say we're a couple. God damn it. 看着汤姆愤然离去的背影，沙漠非常心疼。他知道自己已经伤害到了汤姆。这一晚，沙漠辗转难眠。另一边的汤姆也无法入睡。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半夜的时候，汤姆家的门铃忽然响起。打开门一看，沙漠就站在门外。他是来跟汤姆道歉的。看着沙漠真诚的样子，汤姆便接受了道歉。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奢求与沙漠确立恋人关系，但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珍惜彼此，爱护彼此。两人轮流讲述了各自的恋爱经历。沙漠的恋爱经历格外丰富。他表示他完全不在乎和那些人分手，在他看来，分手只不过是生活里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了。沙漠对待感情的态度让汤姆多少有些心凉，但汤姆完全没有意识到，沙漠说的那句分手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时间来到两人在一起的第282天，沙漠对待汤姆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淡。第314天，汤姆恢复了单身。第321天，沙漠辞职离开了公司，从此汤姆开始憎恨关于沙漠的一切事物。第345天，汤姆开始相亲，结果他却对着相亲对象不停地诉说他对沙漠的爱与思念。他实在想不明白，沙漠为何始终不肯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场爱情，这令他很痛苦。就在这时，相亲对象发出了灵魂拷问 And she told you up front that she didn't want a boyfriend. 女孩的问题刺激到了汤姆最不愿面对的痛处，他像疯了一样冲上舞台，吼叫着伤感的摇滚。第402天，汤姆去外地参加朋友的婚礼，结果在火车上看到了沙漠，他的心跳开始加速。然而他却假装没有看到对方，但他又忍不住偷偷多看几眼。最后还是沙漠主动上前跟汤姆打招呼。原来他们是去参加同一个人的婚礼。沙漠邀请汤姆去餐厅喝一杯，两人愉快地聊了一路。这一刻，汤姆不再憎恨沙漠。几个小时之后，两人抵达了朋友的婚礼现场。他们开心地聊着在一起生活时的小趣事。他们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分手的朋友，更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们从白天一直聊到黑夜，终于到了新娘抛花球的环节。花球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沙漠手中。如果汤姆是沙漠的男友，此刻的他应该上台和沙漠亲吻拥抱，然后开始筹备婚礼。只可惜他不是沙漠的男友。在跳舞的时候，沙漠邀请汤姆下周5去他家参加派对。沙漠故意向汤姆隐瞒了派对主题，汤姆欣然答应。一转眼到了周5这天，汤姆身着笔挺的西装，带着礼物前往沙漠家参加派对。一路上他都在幻想沙漠是要借助这场派对跟他复合。幻想中见面的时候，沙漠给了他一个香吻。现实中，沙漠只是像接待普通朋友那样接待他。幻想中，在参加派对的整个过程中，沙漠都围绕在他身边与他交谈。现实中却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幻想中他被沙漠拽进无人的角落亲吻，而现实中沙漠却忙着向未婚夫介绍自己的朋友。沙漠的手上闪耀的订婚戒指深深刺痛着汤姆的心，他起身跑着离开了派对。他这才明白，沙漠举办这场派对不是为了跟他复合，而是沙漠的订婚礼。其实沙漠是故意骗汤姆来参加他的订婚礼的。汤姆开始继续憎恨沙漠。时间来到汤姆认识沙漠的第440天，此时的他已经因为失去沙漠陷入了颓废的生活，每天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公共场所，还会在开会的时候对着同事发泄情绪。他彻底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烂人。无心上班的他选择了辞职。直到第456天的时候，汤姆才第一次尝试着走出那段感情，开始新的生活。他重操旧业，研究起了建筑学。而另一边的沙漠已经为别人披上了婚纱。第488天，汤姆来到了他最喜欢的山顶公园。这张长椅上承载着他与沙漠的美好回忆，他还是无法忘记沙漠。就在这时，沙漠竟然出现了。 Thought I might see you here. 沙漠说，自从他第一次带他来这里的时候，他就深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地方。汤姆非常好奇，当初沙漠明明说他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女朋友，
可如今却为何成为了别人的妻子？面对汤姆的追问，沙漠终于说出了这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What I was never sure of with you. 汤姆这才明白，原来你不是不想成为别人的女友，你只是不想成为我的女友。汤姆被打击到了，他把脸转到另一边，不让沙漠看到他的眼泪。从这天起，汤姆不再相信灵魂伴侣，也不再相信命中注定的爱情，但从不相信命中注定的沙漠却突然变得相信爱情了。I was sitting in a deli and reading Dorian Gray, and a guy comes up to me and asks me about it, and now he's my husband. 在他看来，现在的丈夫才是他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而她从来都不是汤姆的真命天女，只是汤姆爱错了人罢了。听了沙漠的话，汤姆的心再一次被刺痛。沙漠把手放在汤姆的手上表示安慰，紧接着沙漠便起身离开。就在这时，汤姆叫住了他。I really do hope that you're happy. 听到汤姆真心的祝福，沙漠明白汤姆已经释怀了，最后他放心的离开了。时间来到汤姆认识沙漠的第500天，此时的汤姆正在面试一个重要的职位，旁边的女人也是来面试的，他们是竞争对手。女人礼貌地与汤姆打招呼，并问汤姆有没有去过山顶公园，原来那里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女孩坚定地表示她在山顶公园见过汤姆，而汤姆也坚定地表示我从未在山顶公园见过你。听了汤姆的话之后，女人便不再说话。汤姆忽然明白，这世间哪有什么命中注定，那些所谓的命中注定不过是恋爱脑把巧合给夸大神化了而已。就像在这里与这个女人的相遇，这就是一场很平常的巧合罢了。如果喜欢对方，还想再见到对方，那就只能靠自己安排下次见面，千万别指望着命运会安排你们再次相遇。最后，汤姆邀请女人面试结束之后一起喝咖啡，女孩欣然答应。一场崭新的爱情故事又拉开了帷幕。爱情究竟是命中注定，还是机缘巧合下的一场相逢？其实这些并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我们要勇敢地追求幸福，并且积极地掌握住爱情的节奏，千万不要像汤姆那样把自己的爱人弄丢。其实沙漠是深爱着汤姆的，他的爱意就藏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他会在电梯里带着盈盈笑意主动与汤姆说话，在公司打印室里他主动送上带着羞涩与爱意的一吻，两人一同漫步在家具城的时候，他也会自然而然地牵起汤姆的手。他心里憧憬着和汤姆共建一个温馨的小家，可理性又告诉他不能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汤姆这样的男人。汤姆心里怀揣着做建筑师的梦想，却总是缺乏付诸行动的魄力，这样的懦弱和被动性格从事业上延伸到了感情里。他打心底觉得自己深爱着沙漠，可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追求过沙漠，就连表白这样本该郑重又浪漫的事情，都得靠着喝醉的朋友替他说出口。这足以说明汤姆是一个懦弱缺乏自信的人。两人在一起，每次发生争吵之后，都是沙漠主动道歉，他主动去修补这段感情里出现的裂痕，而汤姆就只会被动地等着沙漠来道歉，好像维护感情只是沙漠一个人的事情。由此可见，汤姆是一个喜欢逃避的男人。可胆小懦弱、喜欢逃避的他，却又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竟把与沙漠的相遇当成了上天安排的命中注定。他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浪漫幻梦里，以为一切都会按照梦幻里的情节发展，于是对两人的关系有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可生活哪是梦幻呀？现实里沙漠的真实需求和细腻感受，全被沉浸在幻想里的汤姆给忽略了。于是后来沙漠选择了离开。在打算分手的前1个月，沙漠故意跟汤姆说了那句分手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因为他想要教会懦弱的汤姆在分手后不要陷入无休止的痛苦。但汤姆在分手后还是陷入了颓废。分手后的汤姆心里明明是想念着沙漠的，但他却从未做出任何改变去把沙漠追回来。当他在火车上偶然遇见沙漠的时候，他却连个简单的招呼都不敢打，只会躲在远处怯懦地偷偷地看着对方，期盼着对方能发现自己，哪怕心里知道这一错过或许就是一辈子，他也不愿主动上前跟沙漠打招呼。沙漠知道汤姆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他知道此时的汤姆一定在幻想着某一天两人会在命运的安排下重逢复合，所以他才会骗汤姆去参加他的订婚派对。沙漠这样做就是为了把汤姆从幻想中拽回现实，开始新的生活。沙漠从始至终一直都是那个主动且理性的人，在跟汤姆相处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汤姆身上所有不利于婚姻的致命缺点，他在汤姆身上怎么也看不到能携手走过一生的希望，所以他才不敢轻易和汤姆确定恋人关系，又怎敢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汤姆呢？若是和汤姆这样自卑懦弱、喜欢逃避的人一起，那该如何去面对往后半辈子的风风雨雨？虽然这场爱情对汤姆而言是残忍的，但至少汤姆在这场感情中学会了勇敢主动。最后他勇敢地为自己的建筑梦想奋斗，主动大方地约喜欢的女孩去喝咖啡。他丢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了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其实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又何尝不像汤姆呢？在爱情和事业面前总是习惯性的退缩，害怕受伤，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却不明白爱情和事业它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靠命运随意安排的，唯有主动去选择，主动去经营，主动去付出，才有可能抵达幸福的彼岸。爱从来都是勇敢者的游戏，只有勇敢去爱，才能在这人生的旅途里收获最璀璨的爱情之花。